今天来介绍一下古都奈良及一日的推荐路线。奈良曾是日本首都的所在地，历史比京都还要悠久，在日本是排名前几名的观光都市。奈良坐落在京都和大阪之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拥有众多古老的寺庙、神社和传统街区，是京都周边最受欢迎的一日游目的地之一。大部分初次游览且只安排了1天行程的游客，都会集中游览奈良市区奈良公园所在的那一片区域。那里景点比较集中且都在步行范围内，不容错过的包括奈良公园、兴福寺、春日大社和东大寺。我在一开始严重低估了这个城市，在安排行程时还曾一度想放弃这个景点，十分庆幸自己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个行程。从京都前往奈良，可以在京都站搭乘 JR 线或者搭乘近铁。JR 奈良站距离景点走路需半个多小时，而奈良近铁站则近得多，仅需10分钟左右。不过乘坐近铁的游客要注意，近铁京都线仅有几班是会直接到达奈良近铁站的，大部分则需要在大西和寺换乘。近铁路线比较短，推荐不需要乘坐近铁特急线，普通的近铁线即可。奈良公园被誉为日本最古老的国立公园之一，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成群结队的小鹿，喜欢自然风光和与动物亲密接触的人会在这里找到无限乐趣。这些小鹿同东大寺的奈良大佛一样，已成为入境游客的观光目标，游客可以与它们近距离互动，甚至购买小鹿饼干喂食，创造出难忘的亲密时刻，拍下与他们亲密互动的温馨瞬间。据传说，春日大社里供奉着的日本战神武瓮垂命从茨城县的鹿岛骑着白鹿来到奈良，因此这些鹿被认为是神灵的圣使，一直受到人们的保护。据推测，这些鹿从约1400年前开始定居奈良。当周围的其他鹿只因人类狩猎而灭绝时，它们却一直存活至今，且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基因型。放眼全球，这种人与野生鹿在闹市区共同生活的景象也实属罕见。这里的小鹿颇通人性，会对人点头鞠躬索要食物，憨态可掬，软萌可爱，深受游客喜爱。我们家的2个孩子对小鹿完全丧失抵抗力，像长在奈良公园里的一样，拒绝离开去别的景点。2个娃半天之内连续去买了4次鹿饼干，恨不得把我这天带在身上的所有钱都拿去给他们买小鹿饼干，感觉完全失控了，以至于这之后来很多景点都没去上，包括东大寺的戒坛院以及兴福寺。而且之后的某天，我们意外多出来半天的空闲，于是2个小娃又再次锲而不舍，强烈要求抓着我们又来了一次公园，继续喂小鹿，不可谓不疯狂。春日大社是一座位于奈良公园内的神社，旧时被称作春日神社，建于公元710年。社内供奉的神明包括武瓮垂命、金津主命、加屋根命和比麦神。日本的神社一般只供奉1到2位神明，而春日大社却供奉着4位。春日大社是典型的春日造建筑，借鉴了中式建筑的屋顶，以金黄和朱红为主色调。建筑正面可以看到坡度较小的倾斜屋顶，这也是春日造的典型特征。春日大社中充满了纯洁而庄严的气氛，能够让人深刻感受到神灵宽广无边的力量和恩赐。神社闻名遐迩，享誉世界，并于199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春日大社最大的特色是神社境内的约3000盏灯笼，包括参道上的约2000盏石灯笼及主殿的1000多盏铜灯笼。进入春日大社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通往本殿的参拜道路，两旁整齐排列着石灯笼约2000多盏。在神社和寺庙道上设置灯笼的习俗，据说源自春日大社。灯笼本来是放在神殿或佛堂前用来照亮神佛的。在春日大社、大宫和社若宫之间的参拜道御间道被视为是与神前一样的神圣区域，因此从镰仓时代末期开始，这条参拜道上开始设置石灯笼，灯笼数量不断增加，最后遍及整个春日大社，
到了江户时代，全国的神社和寺庙纷纷效仿春日大社，开始在参拜道上设置石灯笼。从室町时代起，除贵族和武士外，越来越多的百姓也开始献纳灯笼。据说日本全国现存的室町时代以前的灯笼约70%都在春日大社。东大寺绝对是奈良旅游参观的重头戏，建议至少需半天时间，看点非常多，非常值得一看。东大寺由信奉佛教的圣武天皇兴建于728年，因为建在首都平城京以东而得名，是日本佛教华严宗大本山南都7大寺之一，别名金光明寺天王护国之寺。199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东大寺因奈良大佛而闻名于世，是古都奈良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包括大佛殿在内的佛堂及多尊佛像皆被指定为日本国宝。寺院内还有南大门、二月堂、三月堂、戒坛院等建筑。南大门是东大寺的正门，高约25公尺。镇守在大门两旁的金刚力士像绝对是必看的作品。据说东大寺南门金刚力士和传统的不一样，两两相望，而且左右位置相反。东大寺最重要的建筑当属大佛殿了，直到现在这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造建筑。但是创建初时的大佛殿可是比现在还要宽。据说现在的大佛殿是于江户时代翻修的，仅有原先规模的2/3。殿内大佛的正式名称为如舍那佛，被尊奉为华严经的教主，意思是照亮世界的佛祖，闪耀光芒的佛祖，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佛像。大佛的正面不允许拍照，但侧面可以。大佛的右后方有根大柱子，柱子底部有个据说和大佛鼻孔一样大的洞，相传只要钻过这个洞就能够无病消灾，因此很多学生和观光客都很喜欢钻这个洞。不过洞口较小，感觉体型稍微大点的成年人钻起来很费劲。不过我们家2个娃都排队去钻了一遍。大佛殿东侧坐落着二月堂、三月堂。二月堂之名源自旧历2月举行的修二会，俗称汲水仪式。二月堂即是世界遗产，也是日本国宝，目前免费参观。登上二月堂能够俯视大佛殿和眺望奈良市区，视野很好，景色超美，强烈推荐。二月堂南方有个茶屋，据说叫龙美堂，以只能在这里买到的东大寺秘传的刑法味噌和自制甜点而闻名。三月堂又称法华堂，是东大寺内现存最古老建筑，也是日本市国宝。该名称源自每年3月都会举办的法华会。法华堂内部庄严肃穆，藏有奈良时代的国宝佛像。法华堂需要门票进入，不能照相。东大寺的戒坛院位于大佛殿的西侧，据说里边的4天王像不可错过。参拜完东大寺后，还可以顺道参观东大寺博物馆。我们家孩子们所有的心思都在小鹿身上，而且玩一天他们也累得拒绝继续走。再加上来到日本这些时日看了太多国宝博物馆，感觉有点贪多嚼不烂了，所以这2处我们很遗憾地放弃了。最后是兴福寺。兴福寺由政治势力强大的贵族藤原家族于669年建造，经过2次迁移，于710年迁至奈良。兴福寺在当时天皇及藤原氏的护持之下，日渐繁荣兴盛，依次被列入奈良时代的4大寺之一及平安时代的7大寺之一。目前兴福寺内有4座国宝建筑：五重塔、三重塔、北原堂和东京堂。这样一个古寺放在别的城市里，那绝对会是重磅级的旅游景点。然而放在古都奈良，又比邻春日大社和东大寺，感觉严重被抢去了风头，以至于我们第一次去奈良时，因为小娃在小鹿那里耽误太久时间不赶趟，直接放弃了。我们是2天后的第2次去才去看了一眼的，最直观的感觉也是人流相对少一些。最后来总结一下注意事项：第一，尽可能选择搭乘近铁奈良线，这样线出站口离景点相对远。搭乘前需注意是否需要在大溪和寺转车，不要搭乘近铁特急，费用贵1倍，时间并不会快很多。第二是奈良公园的小鹿，因为长期内与人互动，已经完全不怕人了，
有时会追着你要吃的，给的慢了还会用头顶你。虽然不重，不过带孩子的家长还是尽量注意一点。奈良公园的小鹿因为不缺人喂，基本下午过3点后它们就吃饱了。那时候即便有人喂，它们也爱搭不理了。4点半过后，公园里就不剩几只鹿了，所以想和小鹿互动的亲们尽量赶早。第三是，如果想一天把4个景点都游遍，尽量大早就过来，或者也可以考虑在奈良住一晚。春日大社和东大寺都是必游景点，春日大社需要至少1至2个小时游览，而东大寺推荐是少半天。东大寺里的国宝建筑，只要时间允许都强烈推荐。第四是，如果时间实在有限需要取舍，建议可以舍弃兴福寺，它里边的国宝建筑比如五重塔、三重塔、感觉河东寺啊、醍醐寺、清水寺啊类似。好啦，奈良1日游的攻略就讲完啦。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订阅、转发，谢谢支持。那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